大家好，我是伊芙琳。这支影片要带大家到北海道札幌进行2日游。影片会介绍札幌车站、大通、博野以及圆山地区的景点、美食、逛街行程。后面还会推荐必买北海道伴手礼，以及开箱我们这次在札幌住宿的饭店。那我们就开始咯。首先要来介绍的是札幌最热闹的逛街区域之一——博野。这里有札幌地标之一尼卡啤酒广告、李小璐等景点。人来人往的李小璐商店街是游客们来到札幌必逛的景点。这次在下雪天来到札幌，真心感受到拱廊型商店街对于冬季的北海道是多么的重要。在商店街中，你可以找到伴手礼店、药妆店、扭蛋店、鞋店、服饰店等。光是李小璐、博野周遭的唐吉诃德就有3间。位于札幌博野最热闹街口的 Kokono Susukino 是近2年才刚开幕的复合式商场，下层是商场、超市、餐厅等等，上层是札幌现流饭店。百元店大创 3P 在商场内也能逛到。在商场的楼下有开设我在北海道最喜欢的面包店东古里。这间面包店永远人气满满，人潮众多，以大分量、馅料爆多以及实惠的价格闻名。每一个面包都是走浮夸系的，馅料满到冲出面包本体，极具视觉冲击力。而且重点是味道好吃，价格又实惠，买了好几种来品尝，基本上都不太会踩雷，绝对是我推荐来到北海道必买面包店。上次买过的培根荷包蛋面包，便宜好吃又大分量。奶油超厚、红豆超多面包来一个。玉米爆炸多面包也来一个。卡士达烤布雷可颂面包来一个。个人真的强推这个玉米面包，除了玉米的量超级多以外，还又脆又甜，真的超喜欢。开往玉川站，停车站是。商场的地下室有一间空间开阔明亮的超市，Daiji。如果饭店住在附近的话，不管是晚上来捡便宜，还是回台湾前大采购，都相当的方便。在李小璐三丁目的入口，有一栋近年新建成的水族馆复合式商场。商场内部有大创集团旗下号称平价版无印良品的300日元店 Standard Product， 还有汇集了各式各样美妆产品、手账文具、生活小物的 Loft。楼上的水族馆超级有设计感，
整体走清水模装修的工业风设计，门票是2002日币，台币484。旁边有水族造景贩卖处。好像一个小小的森林，好可爱。另一边则是水族馆的纪念商品贩卖处。札幌不止路面有许多好逛的商店，地下街更是精彩之处。由于北海道冬季常下大雪，路面湿滑的关系，发展出了独特的地下街文化。从札幌到大通以及博野车站底下，都有大量商店可以逛。来到札幌旅游，千万不要错过。博野 Po Town 地下街有着大量平价好物商店，例如100日元乡村风厨房小物专卖店 Natural Kitchen， 300日元简约风实用生活杂货 Three Coins， 可爱森系杂货店 Maruchetto Blue and Glass。当然，美食也不可少，例如这间 Kinotoya Bake， 它的冰淇淋是新千岁机场连续5年评选第1名，还有贩售香喷喷的苹果派和起司塔。起司塔一个是250日币，台币55，外壳保有酥脆的口感，内里的起司馅滑顺浓郁，好吃推荐。苹果派一个是400日币，台币88，派皮非常的轻盈酥脆，有层次感，能同时吃到果泥和苹果块。不过由于没有加入卡士达或鲜奶油的关系，感觉稍微有点干。同样位于博野 Po Town 地下街的还有北海道在地的连锁面包店企鹅面包店，使用北海道产小麦等在地食材来制作面包，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顺带一提，店员们头上都顶着一只企鹅，超级可爱。每一个面包看起来都相当美味，价格也不会很贵。一个小可颂只要60日币，台币13。虽然外皮不是酥脆的类型，但还是不错吃。陆地里汤咖喱在日本总共有19间分店，这次来到的是靠近里小路的独栋分店，走上狭长的楼梯来到3楼，内部光线昏暗，整体走乡村风木质系设计，有种来到秘密基地的感觉。使用平板点餐。点了鸡肉和12种蔬菜汤咖喱，1650日币，台币363。鸡肉选择的是炸鸡腿，外皮相当酥脆，不过肉质偏干柴，而且米饭超级硬。另外一份的鸡肉选择的是炖煮鸡腿，这种料理方式的鸡腿肉比较软嫩。不过2份汤咖喱都有汤汁偏少的问题。跟我在北海道吃过的其他汤咖喱比较起来，口味偏普通，有点失望，不会再回访。影片后面还会再介绍另一家更好吃且不用排队的汤咖喱。接着来到的是大通，大通位于博野与札幌的中间，距离这2个地方都只需要坐地铁1站或步行约10分钟。著名的景点有大通公园、札幌电视塔、札幌石祭台，以及地下连接至札幌车站的地下街等等。
到访的这一天，刚好有纪念札幌电视塔登陆有形文化财的活动，所以上塔免门票，2个人省下了共2000日币，台币440的门票费。不过缺点就是要上塔的人很多，必须排队等待一段时间。上塔后发现刚好有排球少年与札幌电视塔的合作活动，可以盖印章，还有背景板、登立牌可以合照。如同水墨画般的山峦，以及白雪皑皑的大通公园，非常梦幻。这个方向可以看到好几栋百货商场。一旁有贩售札幌电视塔的纪念商品，甚至还有电视塔爸爸神社可以参拜，感觉有点抽象。在大通公园附近聚集着许多商场百货，例如札幌3月、哈路口、环景、金井等等。其中哈路口内就是聚集最多人潮的百货之一。在这里，你可以逛到角落生物和拉拉熊专卖店 Jump Shop， 毛服山迪专卖店。及卡哇乐园、Nagano Market、及卡哇餐厅周边贩卖处。楼上还有吉伊卡哇特色餐厅。巷子共和国吉卜力电影周边专卖店。完全还原电影里的物件，做得超级精致，太美了。魔女宅急便的刺绣系列非常别致又好看。饰品周边也好美丽，服饰周边看起来很有质感。哈路口的5楼和6楼是无印良品，
去的时候还刚好遇到周间活动，退税再打9折，超级赞！大通公园到札幌车站之间的地下街，可说是四通八达。这次要介绍的地下街叫 Aurora Town， 地下街中央不知为何有一座透明鸟笼，超级奇妙。里面的小鸟每一只颜色都好漂亮，真的超级可爱。在这条地下街中，隐藏着一间我超级推荐的汤咖喱餐厅——天马。人不多，不需排队即可入座，而且对比其他间汤咖喱专卖店，价格相当的平价。点了带骨鸡腿野菜汤咖喱，1003日币，台币286。上桌时还在咕噜咕噜的冒泡，非常滚烫。浓郁的汤咖喱喝起来意外的顺口，感觉炖煮到软烂的蔬菜泥融化在汤头里，鸡腿肉炖煮到散开，搭配辛辣的汤头，让人欲罢不能。还点了牛肉咖喱，1001日币，台币242。咖喱酱汁非常浓郁，辛香料的味道相当促进食欲，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牛肉同样炖煮到软烂，口感软嫩入味。咖喱美味，价格实惠，还不用排队，已经被列入在访札幌必吃清单了，超级推荐！离开前别忘了带走天马咖喱的招牌咖喱面包，总共有4种口味，分别是半熟蛋、虾子、牛肉和绞肉，一个是250日币，台币55。咖喱面包表皮非常的轻薄酥脆，咀嚼时散发出淡淡的甜味，内里包覆着浓郁的咖喱，尤其强推半熟蛋口味，蛋白吃起来超级嫩，口感非常好。又来到我最喜欢的东古里面包店，这次介绍的是大通的分店，我真的太喜欢了，每到必买。而且其实每间分店的面包种类都不太一样，像这个夹芡盐面包系列，我也分店就没有。除了玉米口味一如既往的又脆又甜，超好吃外，还要推荐蜂蜜芥末烤鸡腿口味，真材实料的美味。这个炸鸡腿串超级离谱，重到不行，分量超大，肉很嫩很好吃，只是吃完会非常饱。每次在东古里选购时，我都觉得我来到了面包天堂，真是太棒了。在大通公园旁有一间商场 Odori Bise， 它的1楼是一个甜点美食广场，有点类似美食街的概念。空间挑高明亮，不过人也非常多。这里的 Kinotoya Cafe 除了贩卖冰淇淋、起司塔，还有各种小蛋糕和饮品。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上面放满了水果的大通公园店限定欧姆百惠蛋糕卷。欧姆百惠蛋糕卷搭配饮料是990日币，台币218。不得不说，上面放满缤纷水果的蛋糕卷，拍照起来真的超级上相，看起来就很好吃。上层的水果有柳橙、葡萄柚、奇异果、蓝莓、草莓，鲜奶油内馅中竟然还藏有红豆泥和麻薯，口感相当多层次。可惜的是，外皮的蛋糕卷口感有点粗糙，下次会想点别的蛋糕吃吃看。饮品的味道则是中规中矩，不过窗外风景不错，是一个逛累了进来吃个甜点休息一下的好选择。如果冬季遇到大雪，或是夏季遇到炎日，
札幌车站绝对是室内舒适逛街的不二选择。这里集结了 Stellar Press Center、大丸百货以及阿皮亚地下街，绝对够你逛好几天。其中我最喜欢逛的是阿皮亚地下街，相较于较多潮流、高级品牌的 Stellar Press， 这里大多是较平价亲民的品牌，人气服饰店、鞋店、生活杂货、餐厅等，统统都可以找到。简约风300日元店 Three Coins 出了一系列的美发产品，有防摩擦的美发帽、防静电的梳子等等。推活专区是我最喜欢的，有各式各样的娃包、痛包、娃衣等等。Natural Kitchen 真的是我的超级爱店，110日币，台币25就可以买到各式各样可爱的小东西，上新速度超快，各个季节与节日都有不同的限定商品，而且也不会因为价格便宜，质感就很差，是我每次来到日本旅游必逛的商店。松饼快架太可爱了。到访的时候推出的是复活节限定商品，所以有很多兔子装饰品以及碗盘。野餐篮看起来也很不错，只是很难带回台湾。微缩模型超级精致。我超喜欢买各种漂亮花纹的布。兔子款的是550日币，台币121，尺寸还蛮大的。餐具的部分有许多是日本夜市制作的，以台币25元就能买到日本制餐具，真是太划算了。接着要介绍的是我人生中最喜欢的咖啡厅之一，就是位于札幌车站 Stellar Press 的 White Coffee。这间咖啡厅由四叶牛乳所经营，不管是牛奶、奶油、鲜奶油、起司、松饼粉等等，都是使用四叶牛乳自家产品，所以在这里可以品尝到纯正的北海道奶制品风味。而且最棒的是，价格超平价，包含沙拉、四叶牛乳4.0牛奶、意大利面、饮料和冰淇淋的套餐，竟然只需要1380日币，台币303，真的超级无敌划算！我真的爱死这间咖啡厅，来北海道必访。这一次刚好遇到多送一杯四叶牛乳4.0牛奶的期间限定活动，而我自己套餐也选了牛奶，结果变成我要喝3杯牛奶。虽然喝得超级饱，不过他们家的牛奶真的是香浓好喝，没话说。意大利面有3种选项，我选择的是处理黑胡椒培根蛋黄意大利面，酱汁本身就已经非常浓郁，再加上流心蛋黄以及大量的起司粉，真的是浓厚到会粘嘴的程度。虽然品尝起来非常的香浓美味，但吃多了还是会稍微有点腻，所以建议多人一起去的话，可以点不同口味的意大利面交换吃。之前点过起司海老番茄意大利面，吃起来酸甜清爽，也非常美味哦。套餐包含了冰淇淋，既清爽又香甜，而且不管是沙拉、饮料、意大利面还是冰淇淋，每一样分量都超级大。另外来到这间咖啡厅必点的还有它的4叶奶油松饼甜菜糖蜜，1050日币，台币231。松饼的热气将上层的咸奶油融化，淋上甜菜糖蜜，并搭配鲜奶油，甜咸滋味交织。吸饱奶油和糖浆的松饼口感，则是热烫 Q 弹又松软，真的超级无敌好吃，是会让人感动的美味。非常后悔结账时没有顺便把旁边的4叶牛乳松饼粉买回来。最后一人的花费大约是台币419，真的是平价美味又饱到天灵盖。
至于札幌车站周边的景点，有红砖露台商场。冬季时，前面的红砖广场已经被积雪覆盖住了。在红砖露台商场隔壁是北海道厅旧本厅舍。2023年到访时，外表正在整修，只能看到围起来的布幕，现在则可以看见建筑物的样貌了。不过内部尚在整修中，预计今年7月25日重新开放。两旁的树林与湖面都是厚厚的积雪，湖面上甚至结了一层冰。第一天到访札幌时，正好下大雪，坐车经过这里，景色真的超级梦幻。北海道厅旧本厅舍是日本国家指定重要文化遗产，整修过后，内部会有北海道历史、文化、旅游讯息等展示。顺带一提，从札幌车站可以走地下街，从红砖露台商场出口出来，直接到这个景点，不用在外面吹风受寒哦。除了札幌市中心，附近的圆山地区也是我每次都必去的地方。从市营地下铁札幌站坐南北线，再到大通车站转东西线，大约15分钟即可到圆山公园站，车资250日币，台币55。圆山地区是札幌的富人区，所以这里充满了时尚的氛围。主要景点有圆山公园、圆山动物园、北海道神宫等等。要前往北海道神宫，会先经过宽广的圆山公园。冬季的圆山公园与之前秋季前来时景色完全不一样，覆盖了厚厚的积雪，简直就是玩雪圣地。走在高耸的树林中，时不时有粉雪从树梢落下，景色非常漂亮。发现可爱的松鼠，穿越耸立在雪中的鸟居后，就是北海道神宫境内了。阳光搭配洁白的雪地，真的超级美丽。北海道神宫供奉着开拓三神与明治天皇，境内环境优雅，每个季节来都能欣赏到不同的自然之美。神宫内四处可看见代表日本皇室的美丽菊花纹路。分别买了2个玉手，一个是有可爱兔子图案的圆结手，另一个是有菊花和樱花图案的并气平玉手。来到北海道神宫，最期待的事情之一就是吃神宫茶屋的现烤福饼。在这里，你还可以购买到北海道神宫限定的美味点心。最人气的商品之一就是做成叶子造型的福伯叶饼干。福饼现
场压制而成，刚拿到超级烫手。现烤福饼一个是280日币，台币61。福饼被压得薄可透光，表皮边缘微脆，内里的红豆馅分量刚好，是相当美味的小点心。福薄叶饼干吃起来奶油香气浓郁，也非常推荐购买。再往前走，可来到六花亭神宫茶屋分店。这里有贩售少量的六花亭点心。最主要的重头戏是现场烤制的判官饼，添加荞麦粉制作而成的 Q 软麻薯，包裹着湿润香甜的红豆馅，同样非常美味。而且一个只需要140日币，台币30，还可以喝免费的热茶，真的是超级佛心的价格。在寒冬里来上一杯热茶，真的暖心又暖胃。离开圆山公园时开始飘雪，体会到白雪纷纷和所似，未落柳絮迎风起的情景了。离开圆山公园后，我们前往附近的六花亭圆山店喝下午茶。这间六花亭的1楼是贩卖处，2楼是餐厅。餐厅的玻璃窗是围绕着建筑物一整片湖面的，视野和采光非常棒，边用餐边欣赏雪景，真的很惬意。点了一份赤红枫红酒牛肉烩饭，1250日币，台币275。本来不打算点正餐的，但是真的看起来太好吃了。据说酱汁熬煮的时间长达2周，而味道也确实非常美味，已经列入在访必吃清单了。酱汁调味非常的香浓，且不管是蘑菇还是洋葱，都炖煮得非常入味，但又保有本身的脆度与汁水。可是最令我震惊的，其实是旁边的米饭又 Q 弹又香软，真的超级无敌好吃。接着进入甜点环节，标志的草莓蛋糕装在漂亮的六花亭盘子中。怎么日本的草莓蛋糕都长得和 emoji 一样？一片是356日币，台币78，价格不贵，主要是我拍照拍了很久，鲜奶油竟然完全没有融化。点了一个雪起司饼干，280日币，台币61。外层饼干的部分非常的薄脆，且不会过硬，口感很好。送上来的时候冰冰凉凉的，中间的起司奶油层带有些许的柠檬酸味，所以吃起来不会很腻。平均一个人才花了约台币246，真的是相当的平价。1楼贩售着各种六花亭经典的甜点，例如兰姆葡萄奶油三明治饼干、奶油夹心蛋糕、铁盒酒糖、草莓白巧克力、洋芋片等等。在地铁圆山公园站旁有一栋圆山 Class 商场，返回市区前可以进来逛逛。1楼是面积宽广的永旺超市，各个产地的草莓上面还贴心的标示了糖度。北海道产草莓粉粉的很可爱。台湾凤梨在这里也能找到，糖度高达13。便当、寿司看起来都很好吃，每样都好想买。买了2盒草莓、乌龙面酱汁和浓缩汤底。1楼还有许多商店，像是甜点店、面包店等等。每次经过鱼板荣，都一定要买来吃。他们家的鱼板真的超级美味又平价。第1名的鱼板吃起来口感厚实微脆，热烫鲜甜又有饱足感。
下室有一间100日元店 Celia， 楼上是服饰卖场，除了1楼以外，卖场内人潮不多。还有书店和宜得利。以上就是札幌2日行程介绍，不过影片还没结束，等一下会介绍我推荐购买的北海道伴手礼以及札幌住宿饭店。至于札幌车站、圆山地区、大通与博野这4个地方，大约可安排成2天的行程。顺序的部分还是要依据你的住宿地点来做安排才是最好的。不过其实如果你时间充裕的话，这4个地点拆成4天，1天玩1个也是完全没问题的。那么我们就接着进入伴手礼介绍环节。首先是知名伴手礼薯条3兄弟，期间限定玉米口味，使用100%北海道马铃薯制成，并添加北海道玉米粉，吃起来真的会有一种玉米的香气，超级特别。吃腻了原味的话，可以尝试看看玉米口味。第2样要推荐的是烤玉米米果，这个真的超级爽脆，是玉米粒加上米果的组合，玉米粒酥酥的，口感一点都不硬，很神奇，调味超级好吃，一不小心一整包就会消失了。六花亭的兰姆葡萄奶油夹心饼干必买推荐，超香超好吃，来不及打开来排内容物，一整盒就吃完了。北海道白色恋人饼干一直被模仿，但从未被超越的经典存在。猫舌饼干薄脆，白巧克力香浓的惊艳美味。札幌农学校牛奶饼干朴实的美味，不会太甜，也不会太厚，恰到好处的好吃，反而让人上瘾，也是一不小心就会吃光光。花田牧场生牛奶糖，高级的丝滑口感，入口即化。虽然价格小贵，但是会颠覆你对牛奶糖的认知。影片最后要来介绍的是我们这次在札幌的住宿地点之一——札幌大通温德姆花园饭店。温德姆是美国的饭店集团，所以风格与一般日式连锁商务饭店很不一样。温德姆在台湾日月潭旁也有开设饭店，饭店房价不便宜。不过这间札幌大通分馆属于平价系列。大厅旁的座位区也是早餐会场，大片的落地窗使得整体空间看起来更加开阔，搭配雪景，让氛围更加的静谧。晚上时，座位区旁的吧台会开始营业，座位区有免费的咖啡饮品和冰淇淋可以享用。咖啡机的选项有咖啡、拿铁、美式、摩卡、浓缩和可可。冰淇淋机。一边看着窗外的雪景，一边享用热咖啡和冰淇淋，超级惬意。咖啡和冰淇淋提供的时间是早上6点到17点，11点半到12点半，机台维护当中不可使用。早餐时间座位区虽然会变成早餐会场，但是跟柜台说一声，也还是可以进来喝咖啡吃冰。17点半到21点是吧台的营业时间，柜台有送1人1张饮品兑换券，可以兑换调酒或无酒精饮料。不敢喝酒，所以选择了柳橙汁。昏暗的环境与摇曳的烛光，再搭配窗外的雪景，氛围相当梦幻。至于大厅其他设施，还有自动贩卖机，第一次看到在自动贩卖机投钱，然后在旁边的架子自取商品的操作。接着来开箱房间吧。我们的房间在2楼，饭店空间设计整体走黑色与红色系，有点歌德风的感觉。我们预定的是2床房，20平方公尺，一进门就被超级宽的走廊给震撼。从房内看出去走廊的视角，这个宽度打开好几个行李箱，绝对没问题。左边有一个衣柜，里面还有行李支架和拖鞋。全身镜、小置物桌和垃圾桶。房内的模样：电视、一张沙发床、空气清净机。沙发床的空间也很大，床尾有一个柜子。
上面有植物喷雾。罗多伦奇隆咖啡组和伊藤园绿茶。玻璃杯、马克杯、文具、遥控器 ，Hescom 的吹风机。底下有镜子、手电筒、热水壶、小冰箱。床底下的空间也可以收纳摊开的行李箱，床头有一个平板。窗外的景色是札幌的街景。接着来看浴室，跟一般商务连锁饭店差不多，整体空间较狭窄，马桶、洗手台和浴缸的距离很近。洗手台上的备品有身体毛巾、刮胡刀、牙刷、牙膏、漱口杯、POLA 的洗手洗面乳、浴巾、毛巾。马桶坐垫偏小。浴缸的大小大概是这样。POLA 的沐浴乳、洗发精和润发乳。饭店交通的部分，步行至大通地铁站大约是10分钟。从大通站坐地铁到札幌站或博野站，都只需要搭一站，约3分钟。至于周遭的部分，从饭店步行约5分钟，即可到大通公园6丁目；步行到里小路6丁目，大约是2分钟。这里有一间北海道必逛超商 Seiko Mart。步行到博野最热闹的中心点，大约是9分钟，所以不管是要走到逛街，还是用餐的地方，都很方便。最后来说我的入住心得，基本上我觉得这间饭店没有太大的缺点，我相当的推荐。可能是美国饭店集团的关系，柜台人员英语能力佳，整体风格设计也还蛮时尚的。以市中心饭店来说，房间空间足够，尤其是走道宽度大，整理行李相当方便。白天能免费享用咖啡、热饮、冰淇淋，晚上则可以到吧台兑换迎宾饮料。而且重点是，淡季的房价真的超平价，以这样的价格能住到这么好品质的饭店，实在是太惊人了。那么以上就是札幌2日美食、逛街景点推荐，以及札幌住宿饭店开箱介绍。希望这支影片对于要前往北海道札幌旅游，或是正在寻找住宿的你有帮助。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